一杯热酒问长空，山河万里笑谈中，恩怨情仇皆消融。心归何处谁是同？寒暑经年几风光，金戈铁马笑长空。只愿此生化作风，吹散人间万古痛。此北京苍穹，今孤勇，今离人，今归舟。就算有3000个日月春秋，够不够饮尽这杯太平酒？请朱清代朕宣誓诸君，告诉那些丘吧，当今天子乃是一介死了满门的匹夫，无父无家之人。谁若想要作乱起反，只管来，朕就坐在大宁宫中坐等。算什么鸟官家？要不是我们这些厮杀的汉子，哪有国家的天下江山？抬这农劫虎劫，这是在给那什么老臣子殿前司铺路，必定是那直娘贼赵太尉在从中弄鬼。呸！狗屁的太尉，靠着太尉的老子在营里是耀武扬威。赵大郎那厮，当年便不是个东西，剁碎了他，好叫那官家也见见血。张大、刘三、尔等深更半夜无令出营，这是吃多了酒，迷了心智了吗？老太尉，兄弟们跟你出生入死10几年，替着老太尉卖命，才有了老太尉父子今日的风光体面。如今老太尉不说了吗？连大郎都成了太尉，这硬生生砸了兄弟袍子们的饭碗。此时今日，若不给个说法，兄弟们是万万不能答应的。对，我们要向赵大郎。世道变了，再似原先那般行事不成了。尔等此刻各自归营，自领80军棍。我便当今日没有发生此事，朝廷也可以宽宥尔等。一派胡言！老太尉的意思是，今日这公道是万万没有了。好，兄弟们自打出了那阴门，没打算我就回去了。既然如此，今日便与诸君别过了。
启禀陛下，城中起乱了。南唐的军阵员额详报，处理好了吗？殿前司都虞候赵匡胤觐见。急奏陛下，昨夜城中兵祸，乱军将佐共计171人，斩杀94人，其余请降，现于押赴宫门之外。悉斩之。诺。范相公，臣在。拟诏：凡滥杀或明背反之兵子，斩。臣奉诏。公元955年，周世宗郭荣以殿前司新军为主力，进发晋军，征伐南唐。吴越国主钱弘处奉周世宗诏令，整军北上湖州、苏州等地，配合朝廷大军，牵制南唐东线兵力。11月，周世宗愈加亲征，拉开了3征南唐的序幕。周军沿淮河水陆并进，势如破竹。至公元956年初，先后攻占滁、阳、泰等州，但在围攻淮南军事重镇寿州时，因南唐大将刘仁善拼死抵抗，周军久攻不下。4月雨季来临，淮水暴涨，周世宗不得不暂行班师。公元957年2月，周世宗再征南唐。周军于紫金山之战中截击并大败南唐援军，大将赵匡胤表现英勇，率军击溃南唐齐王李景达部，寿州遂成孤城。3月，刘仁善病危不省人事，其部下遂开城投降。小臣，寿州监军周廷构。淮南营田副使孙宇。恭迎圣朝皇帝陛下，万岁万万岁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刘太尉身染沉疴，不能起身，望陛下恕罪。是尔等要降，还是你家太尉要降？启禀陛下，是我家太尉。说实话，允尔等不死。回禀陛下，小人等早有归降圣朝之意，奈何太尉他一直不允，这才牵延了许多时日，望陛下恕臣等之罪啊！刘仁善，刘仁善，听着了吗？你的名节，朕不会夺。好生歇养，
这天下且未曾太平呐。李相公，陛下，拟诏授南唐守将刘仁善天平军节度使，拜中书令。臣奉诏。小谕各军：依城下寨，无诏不得入城。凡伤人、劫掠、奸淫者，斩。诺。紫金山一战，朝中精锐尽丧，淮南之地已不为朝廷所有，仗打不下去了，遣使请和吧。老相公，不至如此吧？周师虽尽有淮南之地，但不曾置水军。韩相公糊涂，郭家没有水军，难道陈家也没有吗？周师已据淮南，吴越的水军堵在润州江面，已成南北合击之势。陛下留意，郭家与我不过是争硕之争，而吴越的钱家与我，那才是真正的世仇。哼，有朕的大唐，才有中原朝廷对他吴越钱家几十年来的荣宠恩眷。大唐若是没了，郭荣小儿兵锋所指，还能容他前世在东南之地的逍遥快活吗？唇亡齿寒之礼，想必钱王还是懂的。痴人说梦。钱婆刘留下的家训是如何讲的？徐某奉天子诏令，向吴越王致意，问钱王安。徐君谬矣。我吴越国上下皆知，先武肃王有所遗训，善使中原大国，唯尊周氏征硕，为朝见信，何来诏命？我主有国书，致与钱王。拿来。这是致与钱王的国书，徐某不才，不敢负我主之托，须当面呈与钱王。那徐君可有的等了。吴相公，此言何意啊？大王不在营中。推诚保德安邦，治理中正功臣，左右金吾卫上将军、镇军大将军，天下兵马都元帅，领镇东、镇海两军节度使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令，兼杭州、越州大都督，上柱国、太尉，吴越国王，臣钱弘处参见陛下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前王平身。谢陛下。赐前王坐。诺。谢陛下。今世一别10年了。陛下请柬了。10年前，九郎犹如义气少年，如今坐断东南，颇有些孙仲谋的模样。沐猴而冠罢了。臣是个懒散人，许多事其实做不来，奈何行前啊！
南唐使臣想觐见请和，前王认为如何？兵者，凶器也。圣人不得已而用之。南唐33军州，吴越100万军民，皆陛下赤子。九郎如今也学会说官话了。臣说的是实情啊。哦，朕今天就看在你前王的面子上，见他一见。陛下有诏，宣南唐使臣觐见。下国罪臣叩见上国天子。朕读春秋，未尝闻有上下之国也。罪臣万死。罪臣待我主启陛下，息雷霆之怒，休割止战，以全民生。我主愿以江南之玉帛，奉圣朝之望朔，岁修共事，以恕罪愆。怕不是有些晚了。臣闻唐尧有德，其人如天，痛百姓之离罪，有众生之不遂；虞舜有义，其术如泽，奉古木之父叟，养警觉之帝相。陛下圣德巍巍，宽怀荡荡，以仁义治天下，何在乎早晚？你是李从家？正是下臣。你的书读偏了，这不是私仇，这是公罪。朝廷并无穷仇问谏之心，而李家却有裂土分国之罪。这不是你几句不由衷的好话便能糊弄过去的。不要说朕不是3代圣君，即便今日是尧舜亲临，尔家也难免四兄之风。前王，你以为呢？去尊号，通商路，修共事。江南之地，陛下或可许他家1、2世恩荣。听明白了吗？罪臣听明白了。罪臣这便带着陛下诏谕回转江宁。我主聪睿，必不失陛下所望。元朗兄，夜色不早了，大王早些歇息吧。元朗兄，有话但说无妨，小弟在此洗耳恭听。下官位卑言轻，不敢以下犯上。元朗兄是在怪我，白日间没有劝谏陛下平灭南唐，以全金瓯。大王可知，朝廷为了这一战，准备了多少年？大王可知这一仗死了多少人吗？大王乃是东南之主，天下兵马都元帅，国之重臣，一言可兴邦，一言可灭国。大王想留着南唐给吴越做屏障，由不得陛下不从。只是可惜了，
萧逸哥这些年来栉风沐雨，励精图治，夙夜忧心。他把心血熬干了，才换来了今日这场宣赫大胜。没想到，大王今天几句话，便给南唐留下了33个州郡，10余万的兵马，给他们留下了裂土分国、割据一方的本钱。这些事，陛下不懂吗？这场仗打了1年多了吧？大军的粮草还有多少？各营将士，战没者几何？伤病者几何？离家1载，顾念妻儿者又有几何？元朗兄是做将军的，这些事儿，难道不知吗？朝廷大军乏粮，可吴越有粮；朝廷大军久战疲惫，可吴越有兵。南唐能不能灭，李家能不能降，得看吴越这位国主心里装的到底是天下苍生，还是东南小朝廷的一己之私。不干酒廊的事。陛下将尊号为国主，这一条已经议定。至于通商路这一条，可于舒州、河州、扬州分设榷场，以通事宜。许南粮北易，眼下也不算为难。只有修贡事这一条，为了支应这场战事，朝廷已掏空了家底，再要补齐贡书，户部左藏这一边，实在是打不出来了。勉力为之吧，先把今年这1年支应过去再说。不是1年。周主驾前判三司使的李谷说得明白，是从广顺元年至今，总计6年所积欠的贡书，要朝廷依次缴清。什么？这岂有此理吧？这怎么6年，120万银绢？如果这一锤子敲下来，10年之内，我大唐再无翻身之日。臣在回来的路上仔细思忖，怕是只能诏谕国中士族豪富，书县纳捐，再免去诸军3年的犒赏，勉强可以凑得起来。你这是昏了头了！你当朝廷是什么？朝廷不过是一间破屋子，而国中的士族豪富是撑着这屋子的柱子。家父吧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怎么，诸君还有更好的法子吗？朕要捐免河南各州县3年的钱粮，淮南新定也要捐免3年的钱粮。也就是说，这3年之内，朝廷只能靠着贡书、商事以及关中、河北2地的税赋过日子。不是不想再打，实在是打不动了。仗要是再打上1年，灭国破都，或许不难。可是中原复兴之地，又要生出几10万的流民来，总要给老百姓留条活路啊！人活着，才能够继续耕田屯垦；人活着，才能继续缴纳税赋；人活着，才能够生儿育女，滋养人丁。朕为天子，既求山河之一统，也要顾及百姓之民生。这样的朝廷，才称得上是正数。吴越国中近些年行包税之制，记下些钱粮银绢，金岁贡书，可以翻倍。朕收了。
其实百姓或许艰难，豪门大族却是饿不死的。朕知道你要说什么。包税之制在东南尚可，可是在中原，却是行不通的。中原周郡打了几十年，周全重理天下，五朝轮替，你也来，他也来，其他人也来。任你是怎样的豪族世家，这些年过去，家底子也都掏空了，能留存血脉，已经是老天爷开眼了。快100年了，中原没有世家了。完事之后，朕要丈量全国田土，要接着削藩，接着裁兵，要将30%的军屯田土发作袋子，授予百姓，让他们有余力去垦荒，去伺候土地，去蓄养牲畜，去种桑树，去种果树，去种菜蔬。3年之内，得让老百姓得一个看得见、摸得着的、实实在在的太平年景。指着太平年景4字，兄长便实实在在的是这天下之主。我知九郎说的是真心话，只是如此，朕还当不得。朕闻吴越国先武肃曾给王妃寄书，陌上花开，缓缓归矣。确有此事。国中夫子们都说，家翁虽读书少，可这句话着实说得雅致，不似我这鱼肠子般粗鄙市侩。望天下烽火平息，望世人安居乐业。陌上花开，缓缓归矣。九郎，要做的事太多了，要安梨树，要养生息，要治太平。九郎珍重，在陌上花开之时，我与元朗在汴梁城外等你。臣钱弘处奉诏。公元958年即后周显德5年，吴越国主钱弘处下诏开港兴市，大兴海洋贸易，以本土所产粮米、绢皮等物泛海交易。一时间船舶如织，商贾云集，沿海之民皆受其利，国用因而大增，府库充盈。去岁南北海邑，粮绢货值已超黄龙社平安京、高丽、暹罗3条航线海邑总值2倍有余。中原如何？去岁株洲大熟，莱州榷场海邑货值中，南粮北输总额短了近50%。大王，胡令公病重，怕是……父亲，大王来使急来了。大王，
时候，大唐还在，皇朝还未曾起兵，臣于今时不定。垂头丧气回到家中，禀告父亲，儿子无能，没能取回功名来。那一日，父亲狠下了心，宰了一口小羊，烹好了，臣便一口一口吃下肚去。大王，臣也读过书的，史书礼乐，春秋一传，臣年少的时候都读过。那时候老王还在，曾打趣臣，读了这些个文章，却要在修罗场获取功名，岂不可惜？臣对老王说：“能活着，能吃肉，有甚可惜？”臣现在吃不得肉了，要去见老王了。令公好生养养身子，国家与国都还离不得令公。朕就要死了，大王只有这些屁话与臣说吗？看起来，大王与臣没什么说的。可是臣有几句话，非以大王说不可。如今国家成平，政事上有袁德昭，臣不担心。大王又是英主，几代先王留下的基业，有大王承继，那便是吴越的福啊！令公啊，臣还没说完，臣下边要说的话才是顶顶要紧，大王定要记在心中。如今中原天子是个有锐气的，南唐西蜀这几年吃了不少他的苦头，你和他有救，这是好事。可私情毕竟是私情，国事毕竟是国事。中原已有江山一统之气象，总有一天，他的眼睛会看过来，会看到大王，会看到吴越。大王要尽心去查。江山社稷面前，兄弟之情敌不得失。几代先王立下的基业，那是百般困难，
才有了如今吴越之强盛基业。大王万万不可轻弃。臣知道，大王顾念着的不光是吴越，也不只是东南。可这100年来，天下人都是自家顾自家的事情，自家的生死基业都顾不过来，还慌成什么其他？吴越一片太平盛世，大王万万不可拱手让人呐！领空安心，狗都知道了。老臣万死，请大王在老臣面前以历代先王起个誓吧。灵公说他要睡一会儿，不要再叫他了。父亲。一代权臣胡进思年97而卒，少时弃文从武，左钱刘创业，共奠吴越基业。其后平徐宛之乱，护乾元观归航，义劝莱州归后唐，势压江左，堪称吴越首功之臣。历仕3代武王，辅政太平而居朝端重。然亦专权跋扈，废立君王皆出其手，终以忠臣乱臣难评说，垂诸吴越史册。如今南唐未定，西蜀未灭，如若贸然兴兵北伐，无异于自失其先，受制于人。一旦南唐、西蜀乘机谋我，腹背受敌，其实莫说北伐胜负，便是方才安稳下来的淮南、关中之地，亦将不保。范相公所言极是，若要北伐，须先定东南。南唐虽已去帝号，只称国主，但其国力未衰，只称臣而未纳土，野心昭昭，随时有反噬之势。若要牵制金陵，使李氏不敢妄动，须令吴越前世先一步纳土归朝，去其赋税以示仓廪，去其兵马以充营伍。有了这10几万的兵，几百万的银券在手里，那无论是北伐还是南征，皆可从容错置。赵匡胤，臣在。你以为呢？北伐幽燕和吴越纳土，这是2件事。北伐必居倾国之兵，东南之事却依旧要仰仗前世。
吴越立国以来，善使中原大国，迄今已有50年。事国之中，与朝中大臣无异。大军北伐，南方若有异动，臣以为前世必不会做事。前世是吴越国主，岂能以私交而论国事？一国之政，不当论以私情；一国之利，更不当建立在兄弟情谊之上。封闭入谷，不过朽木而已。唉，为朕这一病，连心气儿都散了。方才内朝议论北伐之事，陛下行险冒进。若是往日，第一个站出来严陈厉害的，必当是你。怎么今日反倒哑了，连一个字都不说了？文素若是有暇，不妨去学士院一行，看看。看看天子的脉案。几万里冲山去，几万里大江奔腾，几万里战马嘶鸣，几万里此情无声，几万里陌上花开，几万